现在这个中共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导弹的一个试射哦，会不会造成所谓的新的斯普特尼克的这个时刻来产生？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陈博士？主持人谈到的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源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中国的高超音速飞弹的试验。今年10月16号，英国的《金融时报》引用了5个匿名消息来源讲，说中共军方今年8月份发射了一枚运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箭。这个飞行器呢，在低轨道空间飞行，绕地球1周，然后对地面目标巡航攻击。结果呢是偏离目标32公里。那么《金融时报》这个报道说呢，中国在超高音速武器发展方面的进展，令美国的情报部门感到措手不及。这篇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呢，这次试验表明，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比美国官员意识到的要先进得多。但是10月20号。这个纽约时报大家都知道是力挺拜登行政当局的，他刊登了一篇文章，援引一些专家的意见表示说，负责报告轨道事件的美国军事单位公开的关于中国8月发射信息当中，没有任何与新闻报道中声称的武器试验相符，对试射的一些描述是危言耸听。那么纽约时报呢，很明显是在迎合拜登，试图淡化《金融时报》这则消息对美国决策圈的冲击，其来是有自啊。因为这则消息事关中美冷战，而拜登呢是对中美冷战持鸵鸟态度的，就是他拒不承认这种状态的存在，反而称中美关系是竞争关系。这2天他又讲了一遍。那么9月21号他早就讲，说是他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候就说我们不是在寻求一场新的冷战，也不是在寻求一个分成泾渭分明集团的世界。那么拜登似乎想表明说呢，只要美国不寻求冷战，中美冷战就不曾发生过。但是呢，拜登心里很清楚，他那样说那样做是为了完成民主党在美国国内的目标，因为民主党是要优先改变美国国内的选民构成。比方讲，他大批吸纳来自中南美洲的贫穷的非法移民，然后再违反移民法，快速给他们投票权。再就是优先给黑人经济社会优待，来换取这个群体的政治支持。再一个就是想要优先给青年大学生免除学生贷款这个负担，来收买年轻一代的政治立场。还有就是要优先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这一套。那么这些国内政策丝毫不能改变中共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实际上拜登心里是清楚这一点的。路透社10月20号报道，拜登登上空军1号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时候，我这里插一句，他回到这个宾夕州的时候，沿途有不少欢迎人群，然后他在那里举行集会，也有不少人参加，但是欢迎人群和参加者大声都在喊 "fuck Biden"。然后拜登说："你们搞清楚，这是我的集会。"下面人回答，照样还是这句话。那么当时拜登登上空军1号的时候，记者问到他说："你是不是担心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他的回答是 "Yes"。那么中共军方最近进行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试验被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里呢看作是中美冷战升级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我后面会解释这个词的意思。那么，因为他认为这不仅代表着现实世界当中美国和中共这个红色大国之间的冷战已经存在，而且代表着这场冷战到了一个升级的时点。10月27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Mark Milley 在彭博Bloomberg 的电视的采访当中，他证实说，中共军方最近进行了一次进入太空轨道的高超音速武器实验。米里表示，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非常接近 Sputnik Moment， 就是斯普特尼克时刻，并且引起了我们的全面关注。那米里的讲话表明呢，中共这次高超音速武器实验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
米里是拜登高度信任的人。9月15号，拜登还力挺米里，说自己对米里很有信心。米里原来呢是川普总统任命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算是美国军令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但是他却在川普总统这位军队总司令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年10月的2次秘密和中共军方通话，并向联邦众议院的民主党议长 Pelosi 书呈。大概是因为有这些对民主党的功劳，所以拜登进白宫以后呢，保留了米里的职务。那么米里这次讲话无疑是给拜登造成了压力。米里是把共军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呢，看作是叫做 Sputnik moment，Sputnik 时刻。这个说法有很深的含义，因为在冷战史上 ，Sputnik 时刻不仅代表着现实世界当中美国与红色大国之间的冷战已经存在，而且代表了这场冷战到了一个升级的时点。刚才讲到这个 Sputnik 这个词啊，很多人会陌生，原因是它不是人名，也不是地名，更甚至它不是俄文单词，不是英文单词，它是一个俄文单词，俄文是 Sputnik， 含义是卫星。那么英文的这个词实际上是用英文在拼俄文单词的发音。那么 Sputnik 时刻呢，实际上是美苏冷战史上的一个专用名词，特别指的是红色大国造成的对美国构成重大冲击的冷战升级事件。美苏两国从2战以后就在欧洲开始冷战了。那么随着苏联盗窃美国的核武器机密，完成了原子弹研制以后呢，核弹头的投送手段就成为双方扩军备战所关注的重点。那美苏两国除了发展战略空军用来投放核炸弹以外呢，还开始研制中程乃至远程飞弹。那么能够向太空投送人造卫星的远程飞弹，是可以用来成为投射核弹头的洲际飞弹。那么当时美国一直以为讲自己在飞弹和这个航天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的，但是呢，美国曾经一开始在50年代的时候尝试发射过2次人造卫星都没有成功。而2战结束以后呢，苏联是从世界上最早研发使用到飞弹的这德国获取了大量技术资料，还强迫了一大批德国的飞弹专家和技术人员到苏联去研发飞弹。因此呢，当时苏联的飞弹技术其实已经领先美国了，但是美国军方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也不掌握苏联研发远程飞弹的情报。那么一直到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的发射了这个一颗人造卫星，就是 Sputnik 1号，就是俄文的译法就是卫星1号。这个事件呢，立刻惊动了美国的决策圈，因为这标志着美国的远程飞弹技术实际上落后于苏联。那么在冷战状态下，这个局面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美国将处在苏联洲际飞弹核攻击的威胁之下，而没有防御手段。因此，美国立即开始了多方位的远程飞弹和太空方面的扩军备战。那美苏冷战由此升级到了一个新的、更紧张的阶段。对美国来讲，美苏冷战时期这个斯普尼克时刻，也就是一个叫做斯普尼克号危机。因为为了应对这场战略上的国家安全危机，美国是必须要提升在美苏冷战当中与苏联对抗的层级，全力以赴地为洲际飞弹和太空竞赛努力。那么当时斯普尼克号是危机之后在美国引发了一连串的安排和活动。第一呢，是美国军方专家在2天之内就计算出来这个斯普尼克1号的太空轨道。第二个就是1958年2月，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具有研究和设计能力的高阶防卫部门，名称叫高等计划研究局，就是 DARPA 一个缩写。这个机构现在还存在，也是此时此刻正在为美国研发这个超高音速的这个飞弹做努力的一个机构。那么第三个就是1958年7月29号，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成立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推动了第一个载人航天计划，就是水星计划，并且开始培养新一代的工程师，执行了这样一个教育计划，
科学界呢获得了大量的研究资金。第4个就是开启了美国研发洲际飞弹的北极星弹道飞弹计划。当时是接下来的接任的肯尼迪总统呢，是要求美国的洲际飞弹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当时的苏联这个弹道飞弹。以后呢，苏联在冷战当中就失去了科技领先的优势，而美国取得了主导地位，也保证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是。